恭王府占地6万平方米，自建成起历经清代乾隆到宣统7个皇帝，既有府邸，也有花园，各种建筑也多达30多处，布局更是极其讲究，非常的气派。其中花园面积2.8万平方米。恭王府的整体建筑分为3路5纵，3路是指府邸的整个建筑分东、中、西3路，每路由南至北都是以严格的中轴线贯穿着的多进4合院落组成。中路最主要的建筑是银安殿和嘉乐堂，显示了中路的威严气派，同时也是亲王身份的体现。东路的前院正房名为多福轩，后进院落正房名为乐道堂，是当年恭亲王奕欣的起居处。西路的4合院落较为小巧精致，主体建筑为宝光室和西锦斋。5纵是指王府纵向共有5进院落，暗合风水5行，因此恭王府3路5纵的建筑格局体现了古代4合院式建筑在风水学中的3元思想，即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的5行理念。清代王府有严格的规制，规定亲王府有大门5间，正殿7间，后殿5间，后寝7间，左右有配殿，形成多进4合院。不少府邸有后花园，但许多王府历经沧桑，早已面目全非。只有恭王府是北京现存最完整、布置最精的一座清代王府。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称之为一座恭王府，半部清代史。王府的府门前一般不临街，在府邸大门前用围墙圈出一片宽敞的场地为前庭院。恭王府前庭府门2侧有一对石狮相对，左侧雄狮右前爪玩弄绣球，右侧雄狮则左前爪抚摸右狮，用来辟邪纳吉、玉璞洪灾，彰显权贵。石狮子头上的卷毛疙瘩，故宫是13排，亲王是12排，恭王府石狮头上的卷毛疙瘩共12排，故也把前庭院称为狮子院。银安殿是恭王府的正殿，只有逢重大事件、重要节日时方可打开，起到礼仪的作用。它也是等级最高的建筑，相当于紫禁城的太和殿。绿色琉璃瓦，单檐歇山顶，柱高梁重，檐角上7个垂脊兽。整间院落整齐端庄，气势宏伟，为整座府邸平添了一份庄严和威严。虽然关起门来依然也是个小朝廷，但从诸多方面看，比较皇宫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比如绿色殿顶，不开正门。清末有首歌谣唱道：青砖绿瓦2侧门，王爷是天下第一臣。驻王府骑大马，敢跟皇帝打哈哈，道出了王爷及王府的特殊地位。殿堂上下可以看到金龙纹饰，因为王爷也是金枝玉叶，使用这种图案是符合他们身份的。
在这里曾来过英法联军的代表，签订过北京条约，这是旧中国的悲剧，也是王府的耻辱。原本的建筑在民国初期的一场大火中被焚毁，只剩地基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凭照片、文字资料和考古成果，在原基座上复建而成。嘉乐堂是和珅时期的建筑，目前仍悬挂嘉乐堂匾额一方，该匾额是乾隆帝赐给和珅的，但匾额无署款，无前记，故无有证实。但和珅留有嘉乐堂诗集，说明是和珅之使名。在恭亲王时期，嘉乐堂主要作为王府的祭祀场所，内共有祖先、诸神等牌位，以萨满教仪式为主。西晋斋，这是一座记载着和珅罪状的宏伟建筑。殿内仙楼、雕梁画柱的奢华程度，都远远地超过了当时10公主居住的东路。当年的和珅特意派太监去查看故宫的建筑，然后命令工匠完全仿照故宫宁寿宫格局施工，设周制仙楼，屋内隔断用金丝楠木打造，外看为一层，但实为2层，精巧异常。殿内地面的花斑石只有宁寿宫才有。平面形制上，西晋斋也很特别，7开间楠木殿，前后出廊，平面呈凸字形，其内部正中3间为大厅，东西北3面是2层仙楼，有楠木精雕的碧纱橱、栏杆，都保留了乾隆时期的建筑特征。莲花瓣状的柱础与故宫内乾隆晚年居住的卷琴斋一模一样，这对于它的主人和珅而言都是一致的，超越了作为臣子应有的建筑规格。在乾隆死后，和珅的26条大罪之一就是减多欲制。第13条称，所将合家产查抄，所盖楠木房屋，减多于制，其多宝阁及阁断式样，皆仿照宁寿宫制度，其原玉点缀，竟与圆明园彭岛、瑶台无异，可见当时园林置景的繁华。和珅被抄家后，其被罚的资产折合成银两，竟超过8万万两。民间有抄了和珅、肥了嘉庆之说。